就算电动车今天是一个世纪大骗局，它今天是一个世纪大谎言，它的跟它这个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 facts 来的 OK。随着2024年马来西亚电动车市场价格战的打响，首先是这个 Chery Omoda E5 从146,800块起，接着 BYD Atto 3又宣布降价2万块马币，就是普通车型跟这个长续航的版本都降了2万块，再加上之前这个 MG4 EV，它也出了这个价钱，就是从106,000起到150,000、160,000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之前去年的时候 Tesla 的价格，所以今天这集呢就主要跟大家分享你应该要买电动车的3个理由，或者说我自己最喜欢的3个原因或者3个因素。那我先讲我以下要讲的这3个点，它适用于任何一辆电动车，它不是 Porsche Taycan 的专利，还是 BMW i7 的专利，我讲的是每一台电动车，从100,000、150,000、200,000、250,000到300,000、500,000的电动车。讲这支影片之前呢，我知道底下一定会遭受到很多反电动车、反 EV， 或者有一些还蛮理性的吧。我要讲的是，我要做一些 disclaimer， 我要做一些声明我要声明的就是，现阶段电动车有非常多的缺点，这些缺点是3天3夜都讲不完的。我知道 ，OK， 我知道，然后我也知道。电动车不适合每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住 landed 的，你没有 home charger， 你住 condo， 然后你是高密度的，你还要跟人家 share charger， 那可能它不适合你，或者可能你的经济条件你只能够负担1辆车，那 EV 可不可以成为你的代步工具？你唯一的代步工具？不可能，不实际啦，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总的来讲是不可以，所以我必须要做以上这些声明所以这一集影片只是给你提供多新的思路、新的参考，没有鼓励你买电动车，没有，真的没有 ，OK？ 这个 disclaimer 应该搞了应该头盔很厚了这个是 carbon fiber aluminium 的头盔了OK？Are you ready？ 第一个，我觉得电动车的优点就是安静所有电动车 OK， 因为你没有引擎。没有变速箱之后，你不需要去拉引擎的 RPM，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安静它是一个优点，而且我要放在第一位来讲很多人低估了噪音对人体的影响。首先，噪音它会影响人体的消化系统；再来，第二个，噪音它会影响你的心脏 ，OK， 你的整个心血管疾病各种等等噪音都会让到一个人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态。那最直接的就是打个比方，你现在很多人讲，我在 car park 找车的时候，找车位的时候，我找不到停车位，突然间我把这个收音机的音量关小，或者我把 music 关掉过后，我突然间就能够找到我的车位，比较专心了。那这不是一个开玩笑，这的确是有根据的，因为当你关掉你的 music 的时候，或者你在倒车的时候，车子会把你的音量调低，因为当你减低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能够有更加 focus、更加专注的来观察哪里有停车位，周遭的一切，哪里有车摩托等等。所以当你把噪音降低起来过后，你驾车会更加的 focus。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可能会碰到一点关于奢侈品的东西OK。所以在我试驾的车子里面呢，在以往通常高贵豪华车，所谓的 luxury car， 他们的一个门槛就是它要很安静为什么我要加一个5 Series， 我不要加一个 Beza？ 因为5 Series 比较安静，即便我的引擎比 Beza 的引擎大，不过我的车身做工用料可能我用 aluminium， 我用 high strength steel ultra high strength steel， 我的这个引擎室的防火墙做到很厚，去隔绝外面的声音，我的窗口我的玻璃更加的厚，所以在以前呢，安静的驾驶是 luxury car premium car 的一个专利来的。可是因为电动车它没有掉引擎跟变速箱然后还有很多排气管这些东西，所以它会直接不管你买到多少钱的电动车，它的噪音都会比汽油车还要来的小。那我知道有些人会反击V8 的声浪很好听 ，V12 的声浪很好听，我知道。As a car reviewer， 我驾过 V12， 我驾过 V8， 我驾过 V6， 我驾过各种各样的引擎，我知道引擎的美好。引擎噪音跟引擎声浪跟引擎的咆哮声，它是有一个
阶级之分的，不是每一个引擎都是令人享受的。打个比方，1.5 L 的 NA CVT， 这个 CVT 是毫无享受可言的，就我的 experience 啦。所以，与其你在那边 suffer 那个 CVT 这样子，或者 DCT 的那种 turbo lag 啊、顿挫啊、冲一下 glass slip 啊等等，那不如你砍掉这一块，直接交由这个 seamless 啊，就是瞬间扭力来帮你完成它，来取代它，你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这个是所有第一次驾 EV 的人就会改观的事情，突破他们的想象。我遇过很多人跟我讲，我没有想到电车可以这样快的哦。你问我现在，你问我，我会跟你讲，我没有想到电车可以这样慢的哦，哪里有慢的电车的？那在我接下去讲第二个优点之前，我要插播一则资讯：从2023年12月1号到2024年11月30号，持马来西亚护照的大马公民可以以旅行为目的的到中国旅行，不超过15天。那马来西亚人到了中国之后，可以使用手机的 data roaming 来查询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Gmail 等等，但是手机的 data 通常都会有挂单，但挂单完了之后，你又要进行一些工作大流量的，你要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那什么是 Surfshark VPN 呢？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通过以下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取得独家优惠和3个月的免费使用期。第二个值得购买电动车的优点就是瞬间扭力。何谓瞬间扭力 ？3、2、1。Power delivery 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它打破了以前汽油车用气缸 CC 来定义车子快慢、车子阶级的这个刻板印象。OK， 就是哇，我要 3.0、4.0， 现在不用，你不用买到真的是很贵的电动车，大概在马币10万到15万，有一点budget18万、20万。你已经可以拿到早10年、早20年前、早30年前汽油车那种大马力、大排量汽油车给你的加速感，而且你只需要轻轻，你观察我跟旁边的车子，轻轻点一下 ，OK， 那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这个嗡嗡作响的声音就是它是假的声音啦，说 artificial sound 你可以主动去跟它关闭掉了 ，active sound design off 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安静。真的，这个东西我真是鼓励大家，你要不要买无所谓 ，doesn't matter， 真的。现在买电动车太早了，5年后再买可以，10年后再买也可以，20年过后再买，你一辈子不要买也可以。不过至少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我现在讲不是说什么品牌啊，中国品牌啦，韩国品牌啦。美国品牌啊，没有，我讲的是所有，你一定要体验过后，然后你才可以回头去对比燃油车。我知道燃油车很好，我知道 ，OK， 你看我的频道，我知道 AMG 很好驾 ，BMW M 很好驾 ，Type R 很好驾 ，GR Corolla 很好驾，他们可以并存，在马来西亚汽车上，它就是给你多一个选择。那讲到选择呢，我就来到了最后一个值得购买、应该要买电动车的原因，就是免税。OK， 在你觉得电动车没有二手价你驾了8年、10年、20年过后，换一粒 battery 要不要100千？换一粒 battery 要不要50千、60千？在你在犹豫这个东西之前，很多人会买电动车，放下了这个东西 ，move on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免税。免税就意味着呢，如果你买的是燃油车，在相等动力、相等规格的情况下，它会比电动车贵至少40-50% 或以上，会更高。
因为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的车啊，我讲进口车啊，你们那些 CKD 的那个另当别论。只要你买的是纯进口车，从日本进口，从德国进口，从美国进口，被征收的这个 tax 是从70到105%，这个是 excise duty， 还有 local tax， 车上的 margin 等等，所以整个加到来，电动车目前是最能够对抗马币疲弱的一个利器啊。如果你要买车的话，像很多电动车在马来西亚只要卖20万的电动车。它可能在欧洲也卖20-30万的价钱，但是相等的这个价钱啊，就是那台车子在欧洲，类似它卖22万马币 ，OK， 然后22万马币在欧洲啊，它可以买到的车在马来西亚大概是40万、400千、500千的车，所以电动车免税这个东西是马来西亚政府这么多政策里面啊，有些政策参差不齐啦，有的好，有的不好，有的褒，有的贬，有的好坏参半。不过我觉得电动车免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当然它会损害到，它会吃到某一些人的蛋糕，它会伤害到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然后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像去年卖了1万辆电动车嘛，我最后我还是要再补充点啊。那如果你觉得讲到这边可以了，你就可以看别的 video 了。那这边只是留下来，如果你看到现在你还留下来的，我真的要。真的是不容易的嘛！我做 content， 我就是要让大家增广见闻，让大家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学习新的东西，学习新的知识。那真的是会有很多人抱着原有固有的思维，他不肯学习新的东西，懂吗？他连听都不要啊！不要跟我讲，不要跟我讲啊！电动车不能的，我知道，就算电动车今天是一个世纪大骗局，它今天是一个世纪大谎言。它的噪音低，瞬间扭力跟它免税这个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 facts OK， 只是希望在电动车 content 的留言区可以达到一种良币驱逐劣币的这种状态，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给我们展开一个理性的交流对话，打开一个欣欣向荣、一个鸟语花香的留言区。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要不要 follow， 要不要 Instagram 都不用紧，我今天纯粹是要跟你分享，给你增广见闻 ，OK， cut